深圳卫视注意到，最近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台独分裂的相关措辞都有所不同。2020年是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行径，2021年是高度警惕和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今年则是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而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紧随其后。台湾中时电子报在报道中提到，两岸关系自蔡英文2016年就任以来持续低迷，大陆屡屡指出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以美谋独，以外谋独。报道说，周六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显然释放的信号非常明显。实际上，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表述也出现在去年党的19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100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分析指，这是大陆针对当前外部势力打台湾牌、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局势下的政策主轴，既反映出对台工作的新形势和新挑战，也明确了未来对台工作的基本思路和重点任务。现在是台湾当局以美谋独，另外一方面，美国有一些势力现在试图以台制华，那么这是在玩火，玩火者必将自焚。我觉得这其实一方面是要警告台湾当局，另外一方面也要警告美西方的一些就是反华势力啊。这也是李克强总理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提出严正警告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涉台部分新增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这一表述。台湾淡江大学教授张武岳认为，总体方略是现在进行式而非未来式，是发展当中的对台政策顶层设计，从实践当中去实现，而不是正在演绎的一个新方略。深圳卫视注意到，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这一表述也出现在19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历史性决议中。决议指出，党把握两岸关系时代变化，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推动两岸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习近平同志就对台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重大政策主张，形成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去年12月22号，新华社刊发的专家权威解读就指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台湾问题、推进祖国统一实践中形成的最新理论结晶，为新时代对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内涵，新华社的文章还列出5组关键字：一是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二是结束政治对立，实现持久和平；三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反对台独分裂；四是融合发展，共同市场；五是文化传承，心灵契合。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王高成认为，李克强此次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到总体方略，是贯彻习近平对台政策思想，包括融合发展、推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等。王高成表示，大陆对台大政是和平统一，并将统一目标放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上。好，希望你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对于李克强总理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涉台部分内容，您作何解读？确实，1年1度的全国两会，尤其是两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与政协报告中，有关台湾和两岸关系的表述，向来是观察大陆对台政策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在昨天开幕的全国政协13届5次会议上，汪洋所做的工作报告只是简单的回顾了一下去年的涉台工作，并没有涉及到今年对台工作的部署，更没有就两岸政策做出任何宣示。李克强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只是简单的重申了外界都能耳熟能详的，包括坚持9二共识和反对台独2项对台工作方针，而且讲话的用词相当平实，语调相当平缓。原先导入舆论预期的出台涉台新法律，包括修改反分裂国家法，这是只字未提。这些似乎都预示着两岸问题与涉台工作并不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焦点，也不是今年全年中央政府工作的重心。今年中央政府工作的重心将会继续放在维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发展上，为党的20大顺利召开来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那您怎么解读涉台议题降温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认为这不失为一个好现象。它意味着今年大陆的对台工作将会按照过去的既定方针，
也就是坚持和平统一的大战略来办。也就是说，大陆在台湾问题上不仅会坚持已有的战略，也会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不会有节外生枝的情况出现。而在我看来，大陆对台工作稳字当头，又是基于这么几个战略上的判断。其一是，虽然过去这些年以来，蔡英文当局在台独问题上频频向大陆发出挑衅，也虽然以美国、日本为首的境外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的力度有所加大，但是从总体上面来说，台海局势仍然可控，台独势力仍然成不了事儿，更翻不了天。其二，在台海局势的博弈当中，包括在中美博弈过程当中，时间仍然站在中国大陆这一边。只要中国大陆集中精力发展好了自己，做好了自己的事情，台海局势的天平就会继续向着有利于中国大陆的方向倾斜，中国大陆就会在包括军事能力在内的综合实力上进一步拉大与台湾的差距，同时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我认为正是基于这样两个对大形势的基本分析，那些有关中国大陆将在近期武统台湾，尤其是利用当前中东欧出现战乱的机会，趁机武统台湾的谣言已经不攻自破了。我希望那些屡屡发出大陆即将武统台湾的言论的预言家们，好好的练一练基本功，多了解一下中国大陆的基本国策与基本政策，否则只会一次又一次的被打脸。那对于未来中央两岸政策的基本走向，您有何观察？首先，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几件事情。一是去年底19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100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提到了一个新东西，也就是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新媒体看台海1月8号曾经刊登了一篇对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的专访。孙亚夫透露，中共20大将会提出未来5年对台工作指导思想，做出新决策、新部署，也可能会提出新的主张。这一篇专访后来被新华社转载，并在随后得到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的复印。我认为把这两个信息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在今年底的20大工作报告上提出一个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这么一个基本判断。这个总体方略不仅会突出新时代的特色与背景，而且会在台湾问题上提出一系列新的论述，出台一系列新的战略，并成为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中共对台工作的指导方针。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